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有朋友留言说，做那种不用2发的馒头总是起泡，要么上面就容易燙死，馒头表面一点也不光滑，这个手感呢感觉特別粗糙，底部還容易出現燙死這樣的問題。這個視頻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一次成型的饅頭製作技巧，讓咱們做出來也能擁有這樣的蓬鬆度和柔軟度，吃起來還不失嚼勁兒。接着咱們來和面，和面的比例放在後面，這裡用的麵粉和之前用的不一樣，這裡是自己加工的小麥粉，然後放入白糖，再加上溫水，最後加上酵母。加上酵母以後一定要攪拌一下，這樣它融入的更勻。這樣和面咱們都知道，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面和得更勻。攪成這樣的絮狀，咱們直接揣揉面團，面團揉成咱們畫面中這樣，表面沒有任何乾粉塊。這時候咱們不着急繼續揉，我們稍微鬆弛一下，鬆弛10分鐘之後再揉，面筋放鬆以後比較好揉。另外還要提醒大家，我在國外油管是沒有任何分平台的，大家千萬不要上當。揉好面以後，咱們直接放在案板上揉面。這時候的面呢，經過鬆弛，面筋比較放鬆，這揉面就比較好揉。在揉面的時候，還是要注意這個力度一定要勻，而且每一次下去都要壓實，這樣咱們做出來的饅頭表面才能夠比較光滑。大概揉個5-6分鐘，大家可以看到咱們畫面中這個狀態呢就比較光，然後咱們就來揪劑子。前面大家只需要注意，咱們揉好面之後一定要醒一醒，這樣你就揉起來比較輕鬆了。下好劑子之後，咱們來揉饅頭。很多朋友揉饅頭呢，面皮總是不光，就是每一次咱們在按壓的時候不實，而且按壓的這個寬度呢也不一致。咱們每揉一下都要給它壓實，大小呢要保持一致。如果說一會兒大一會兒小，它上面就不會光滑，不像這樣。只要咱們每次按壓的寬度基本差不多，揉成這樣光滑的一面，咱們反過來直接像包包子一樣給它攥起來。因為是饅頭，它裡面不用放餡，所以咱們直接兜上就可以，留出光滑的一面，這樣咱們做出來的饅頭就不會不光滑。到最後這裡咱們捏上，直接放在案板上搓一下就 OK， 這樣它底部也會比較平。大家可以看咱們手工揉出來的饅頭就呈現這樣的一個狀態，表面沒有泡，也不會有坑坑洼洼的手感，這樣一個手工饅頭咱們就做好了。搓饅頭的時候大家要注意，咱們之前搓好的一定要用保鮮膜蓋一下，防止它風乾。如果說表面風乾，咱們再來發酵的話，它上面容易皮和心分離，還容易起泡。全部做好以後，咱們還是放到溫水鍋裡面去發酵。這一步大家要注意，咱們面壓的越久，或者是揉的越久，發酵的時間就越長，因為咱們壓的比較實，所以要多發一會兒。另外還要注意這個溫度和濕度不要大，如果太大也容易出現起泡。同時溫度高了，它濕度就大，表面就容易起水。起了水之後呢，它容易泡起來，有那種小一點的泡，要麼就出現燙死。發好之後咱們輕點一下，它能自然恢復。另外咱們拿起來呢，手感稍微有點輕，就是感覺裡面有點空，這樣的狀態就可以了。咱們直接開水上鍋蒸，大火蒸18分鐘就可以。具體蒸製的時間還是根據咱們的饅頭大小來決定。大家可以看咱們蒸好的饅頭，雖然是手工製作，但是做出來之後表面依然光滑，而且還特別亮。如果咱們用機器做呢，效果會比這個更好，摸起來呢也是比較滑的一個狀態，而且它這個蓬鬆度呢非常好，用力捏下去它能自然恢復原狀。咱們在家做就注意水不要加的太多，稍微偏硬一點，然後做好之後發酵的時間一定要稍微長一點。今天的材料比例是麵粉500克，溫水250克，白糖10克，可以不加，酵母準備4克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